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詭異的事情？你明明已經活了很多年，可你的人生卻像是突然從某一天開始的。你不記得第一次睜開眼睛，不記得第一次學會站立，不記得第一次被父母抱在懷裡，甚至你連自己最初是怎麼認識這個世界的都完全沒有印象。可問題是，那些事情一定真實發生過。那個嬰兒會哭，會笑，會害怕，會依賴，會因為母親離開而不安，也會因為陌生環境而緊張。他明明有感覺，有情緒，甚至已經在感受世界，但為什麼你卻完全想不起他？更奇怪的是，科學家發現，大多數成年人最早的穩定記憶通常都只能追溯到3歲到4歲左右，仿佛在那之前，你的人生根本沒有存檔。所以問題來了，3歲之前的那個孩子，真的是現在的你嗎？或者更進一步說，你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？很多人會下意識覺得沒有記憶就說明沒有意識，但現代神經科學認為這其實是2個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比如做夢，夢裡的你會害怕，會奔跑，會從高處墜落，甚至會感受到非常真實的情緒。可醒來後，大多數夢會迅速消失。再比如麻醉，很多人在推進手術室前還能正常聊天，可下一秒意識就像突然被切斷了一樣，等再次醒來，中間幾個小時仿佛被徹底刪除。還有醉酒斷片，有些人甚至還能正常說話、走路，但第二天卻完全不記得自己做過什麼。這些都說明一件事兒，意識並不等於記憶。你可以經歷過某件事兒，但未必能夠把它保存下來。而人類最大的錯覺之一，就是把記得當成了存在過。真正的問題其實是，為什麼嬰兒時期的大腦無法把人生長期保存下來？在大腦深處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域，叫海馬體，它負責把我們的經歷轉化為長期記憶。你今天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都需要經過它處理，才能變成人生的一部分。可嬰兒時期的海馬體還遠遠沒有發育成熟，那個階段，大腦正處於高速成長狀態，神經連接不斷增加又不斷重組，整個系統極不穩定。你可以理解成一台正在安裝系統的電腦，很多數據剛寫進去，很快又被覆蓋掉了。因此，嬰兒雖然會感受世界，但這些體驗往往無法被長期保存。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，真正細思極恐的地方在於，嬰兒雖然有感覺，卻可能還沒有形成真正穩定的自我。這一點，很多人第一次聽會很震撼，因為我們一直以為我從出生那一刻就已經存在。但發展心理學認為，人類真正穩定的自我意識很可能是在1歲半到3歲之間才逐漸建立起来的。科學家曾做過一個經典實驗，他們會在孩子鼻子上偷偷點一個紅點，然後把孩子帶到鏡子前。年齡很小的嬰兒會以為鏡子裡是另一個孩子，他會試圖跟鏡中的人互動，卻意識不到那其實是自己。但大約18個月以後，很多孩子會開始伸手摸自己的鼻子，因為這一刻，他終於意識到，鏡子裡的那個存在就是我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大腦第一次真正建立出了自我模型。所謂自我模型，就是大腦開始意識到，我和別人是分開的，我擁有自己的身體，我有過去，也會有未來。從這個階段開始，人類才真正形成連續的人格。而在那之前，可能只有感受，但沒有完整意義上的我。換句話說，3歲前的意識更像一種碎片化狀態，有疼痛，有情緒，有本能反應，但沒有穩定的自我敘事。世界在發生，感受在發生，但缺少一個持續存在的主體，去把這一切組織成我的人生。於是問題開始變得越來越可怕。如果沒有我，那3歲前的那個孩子還是現在的你嗎？這個問題已經觸碰到了意識研究中最危險的區域，因為它會直接動搖我們對於自我的理解。你現在之所以覺得自己是同一個人，並不是因為身體從來沒變過。事實上，你身體裡的大部分細胞很多年前就已經更新過了。真正讓你感覺你還是你的，其實是記憶，是大腦把昨天、今天、幾年前的人生強行拼接成了一個連續故事。於是你才會產生一種感覺，我一直都存在。可如果記憶消失呢？這個問題在現實世界裡其實已經發生過很多次，比如阿爾茨海默症。
很多患者到了後期會逐漸忘記親人，忘記名字，忘記自己的人生經歷。有些人甚至連鏡子裡的自己都認不出來，身體還活着，但家屬往往會說一句很沉重的話：他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人格本質上就是由記憶構建出來的。當記憶開始崩塌，那個被稱為我的存在也會一點點瓦解。所以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懷疑，也許所謂的自我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靈魂，而是大腦不斷生成的一種連續幻觉。記憶負責把這些碎片連接起來，於是我們誤以為存在着一個從出生到現在始終不变的我。可實際上，小時候的你、青春期的你、昨天的你，也許早就已經不是同一個意識結構了，只是記憶把它們偽裝成了同一個人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人類第一次記憶的出現，並不僅僅意味着記住了一件事兒，它真正意味着大腦第一次開始穩定地創造我。而更令人後背發涼的是，如果我是被構建出來的，那麼它或許也能被徹底刪除。直到今天，科學依然無法真正回答一個終極問題：為什麼一堆神經元的電信號會產生主觀體驗？為什麼化學反應會變成痛苦、快樂、恐懼與孤獨？為什麼宇宙中的一團物質會突然開始意識到自己存在？這就是著名的意識困難問題。它至今沒有答案。我們只知道，意識似乎不是某個固定開關，它更像一種不斷湧現的現象，就像火焰不是某一個分子，漩渦不是某一滴水，你也可能不是某一個神經元，而是龐大腦網絡在達到某種複雜程度後短暫形成的一種主觀現象。所以最後再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，為什麼你永遠想不起3歲前？也許真正的答案並不僅僅是大腦沒發育好，而是那個時候你可能還沒有真正誕生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